別出去，樓道裡有殺人狂！501業主突然在群裡發了條消息，群裡一下炸了鍋，而我也確實聽到樓道內傳來一陣嘈雜的聲音。不是你大晚上的這麼嚇人好嗎？撤回吧。業主群裡不要說這種話，其他人紛紛在群裡數落着501的業主，而501業主在發完那條有殺人狂的消息後，再沒有多說一句。在這期間，樓道裡的動靜也消停了下來，眾人再次抱怨了幾句，完全沒當回事兒。本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，我又躺下準備繼續睡覺，可沒一會兒，外頭再次響起很激烈的聲音，動靜很大，還伴隨着一陣尖叫，這正是從我樓上傳來的。我有些不爽地打字，怎麼又吵起來了？樓上403幹嘛呢？403是對夫妻，平時就吵得厲害。我正好住在他們家樓下，找了他們幾次，甚至報過警，他們才消停一點。可沒想到現在又開始了，能不能消停點？大半夜的要死人啊！404我見過一次，5大3粗，常年就是黑背心，戴個大金鏈子，經常在群裡開黃腔，人品差，素質還低。他似乎也被吵得受不了，一時脾氣上來，媽的，沒完了是吧？你給我等着，我住你隔壁，我這就過去。对。大哥，你去教訓一下他，大晚上的吵什麼呢？但402卻趕緊勸說，千萬別衝動，他可能沒看手機，你好好跟他溝通一下，抽他2嘴巴子，他就長記性了。404說完這話，快被大家忘記的501再次開口了：別出去，別出去，樓道裡有殺人狂，他會殺了你的。501在群裡瘋狂的挨404業主，我們這兒是回遷房，一共也沒住幾戶人家，但隔音巨差，樓道裡有點什麼動靜，隔着樓層都能聽得一清二楚。在501再一次發出警告後，群裡有不少人都出來埋怨他，你能不能適可而止，一直說好玩嗎？群主把他踢出去吧。隔了一會兒，501發了個表情，不信算了。說真的，我莫名覺得501不像是開玩笑，他平時是個少言寡語的人，我見過他幾次，40來歲，總是戴着一副眼鏡，看着很正經一人，這樣的人應該不會無緣無故的開這種慫人的玩笑吧？可要說他是認真的，我又覺得有點匪夷所思。殺人狂，太荒謬了吧？跟我一樣感觉不对勁的，還有302的小楊姐。404大哥，要不你先別出去了，聽聽501怎麼說。404没有說話。大哥，你還在嗎？我感覺不太對，在群裡拍了拍404，還是沒有回應。手機嗡的響了一聲，低頭一看，是小楊姐私聊了我。小愛，我覺着不對，你剛聽到了吧？之前我跟小杨姐一起薅過團购的羊毛，互相比較熟絡，平時沒事也會聊2句。听到什麼？樓上的聲音嗎？對，剛404出去了，很用力地摔上了門，可怎麼沒後續了？他的話一下子提醒了我，的確，我剛剛明明聽到樓上砰的一聲，應該是404摔門而出，很快就歸於平靜了，再沒有任何的聲音傳來。小楊姐繼續發來消息，404那個大哥就住403隔壁，他要找403麻煩，幾步就走到門口了，可他連403的門都沒敲，就沒動靜了。我皺了皺眉，我們這兒隔音這麼差，要是404敲門的話，我肯定能聽到，是不是403的門本來就開着，所以404沒敲門？那也應該有說話的聲音吧？我們這棟樓上咳嗽一聲，我都能聽得一清二楚。404去找403理論，怎麼會沒有聲音？在我印象裡，404是個盲流，而且從群裡的消息來看，他忍403也不是1天2天了。可我不願過多往壞處想，試圖找個理由，是不是他覺得不太合適，也不想發生爭執。冷靜了一下，又回去了。也有可能是看到了501說外面有什麼殺人狂，所以打消念頭了。就算這樣，那404半路折回去，也得有開門的聲音吧？小楊姐的話讓我再次擰起眉頭。是啊，應該有開門聲音的，不然怎麼進屋？不能真有殺人狂吧？404剛出門就被殺了，我一時不知該怎麼回他。小楊姐突然激動起来，或者403就是殺人狂，404剛走到403门口就被他一刀捅死了，也有可能是殺人狂先杀了403，藏在他的家裡，404正好找上門，沒這麼恐怖吧？要不先報警，要不我讓我老公出去看看。我倆幾乎同時發出一條消息，剛要勸小楊姐不要衝動，可沒想到後面發生的事情讓我一下子心涼到了冰點。別出去，樓道裡有殺人狂，他會殺了你的。501在群裡瘋狂挨404業主，緊接着樓上砰的一聲，應該是404摔門而出了，但已經過了好一會兒了，依然沒有聽到任何動靜。群裡有不少人都在問他什麼情況，404你還在嗎？說句話呀，別嚇我，不是真有殺人狂吧？402，你能不能過去看看？你怎麼不去？你離403近啊，去看看怎麼了？那麼多離得近的，401還離得近呢，你怎麼不讓他去？再說了，樓上樓下有多遠？你上來看不也行嗎？我真無語，你一個大男人不出去看，讓我一個小姑娘去？眼看要吵起來，301突然站了出來，別糾結這個了，你們誰有404電話？給他打一個。群裡沉默了半晌，我有，我打一個吧。所有人都靜靜地等着503打電話，可下一刻，一陣悠揚干澀的電話鈴聲竟在我這一層響起，而且就在我的門外。
我怎麼聽到樓道外面有手機響呢？你們聽到了嗎？302-303，我緊張地看着門口的方向，好像是从303你那個方向傳來的。這個時候，301突然在群裡單獨艾特了我，我看到了，404就在你門口，我從貓眼裡看到他就站在你的门口，你千萬別出去。我立刻從椅子上彈起，悄悄打開了卧室門，望向了漆黑的大門口。外面的手機鈴聲很快停了，503也在群裡發了條消息，404沒接電話，怎麼回事啊？3樓樓道裡有人站着，到底是誰呀？我一個人在家，我真的怕。為什麼沒人報警？我報了，警察讓我們待在家裡，他們馬上派人過來，大概40分鐘。少言寡語的501冷不丁衝着202來了一句@202，快了，快輪到你了。你別嚇我，輪到我什麼？501又不說話了。501，你是不是知道什麼？你說啊。501仍舊沉默。我嚇了一個激靈，有人在外面摁我的门鈴。小楊姐消息再次發来，是不是殺人犯在摁你的门鈴？別出去，千萬別出去，他一定是殺了403，現在又要殺你。我沒時間細想，因為门鈴聲越來越急促，甚至伴隨着用力的敲门声，群裡已經慌成了一片，砰砰砰的砸門声，樓上樓下都能聽得一清二楚。301在群裡一直問，门外的是404吗？404，你說話，到底是誰在3樓？說呀，誰在外面？小杨姐在群裡警告大家，別出去，都別出去。501說的沒錯，外面可能真的有殺人狂。我跑回房間，拿了把水果刀，小心地走向了大門口。敲門聲这時也停了，我硬着頭皮從猫眼往外看去，什麼也看不到，只有一片黑色，根本沒有人。我拿起手機給301的私發了一條消息，外面怎麼沒人？不可能，你沒看到嗎？他就站在你門口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着你。我一下子心涼到了冰點，我知道為什麼從貓眼看出去是漆黑一片了，因為此刻有人正貼在門上，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看到的是他的眼睛，貓眼是单向的，可我總覺得他能看到我。意識到這點，我立馬找了張紙，把貓眼給糊了起來。一想到他在門外，我的心裡湧起極度的不安。群裡的消息一蹦一蹦的，你們說話呀，你們怎麼不說話？我怕外面發生什麼事情了。501，你到底看到什麼了？你說出來，大家都是鄰居，你別害我們。404，你還在不在？說句話呀你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就在所有人都焦急萬分的時候，404終於說話了。不好意思，剛才403喝多了，所以有點吵。我跟他溝通了一下，他睡下了，沒什麼殺人狂，外面很安全，讓大家擔心了，抱歉，現在才看到消息，實在不好意思，大家睡吧，晚安。他說完，我緊繃的神經稍稍鬆了一些，沒事就好。許是因為這出鬧劇實在是有點嚇人，群裡好多人都沒有再搭腔，連一直說有殺人狂的501都沒人再指責了。我望着被報紙糊起來的貓眼，403喝多了，404也沒事，那301呢？他為什麼要說有殺人狂？我門口站着的又是誰？難道是301惡作劇？我打開對話框，有些生氣地給301發消息，下次別玩這種惡作劇了，我差點讓你嚇死，一點都不好笑。301很快回復，我沒有惡作劇，你相信我。與此同時，一條小楊姐的消息也發了過來，小愛，我感覺404的可能已經死了，拿他手機發消息的人不是404，是那個殺人狂。我感覺404的可能已經死了，拿他手機發消息的是那個殺人狂。看到小楊姐發來的消息，我頓時汗毛都立了起來。你怎麼看出來的？404那男的從來都是個火爆脾氣，滿口都是髒話連篇。你什麼時候見他說過不好意思這種客氣的話？可301也私聊我了，他說在我門口看到的就是404。而後我費力地捋着中間的邏輯，門口的人到底是誰？這唯一的目擊者可能也就只有對门的301了。我反手拉了個3人群聊，率先@301，我門口站着的人，你確定看清楚了？小楊姐也應和了一句，真的是404嗎？我看錯了，那不是404，只是体型有些像。他現在還在你門口，真的。看着手機裡的消息，我鬼使神差地打開了封猫眼的紙，順着貓眼再度朝外看去，一個跟404身形差不多的男人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门口。他戴着一頂黑色的帽子，嘴角彎成了一個詭異的弧度，他的眼睛幾乎沒有焦點，但我卻能清晰地感覺到他正在看着我。小楊姐在群裡又發了消息過來，怎麼樣了？你們都怎麼樣了？都沒事吧？我正準備回復，301的消息也發了出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你看清他的臉了嗎？不太清楚，但好像有點熟悉，我感覺也是。我再次看向了門眼，確實，外面已經沒有了男人的身影。我讓我老公拿着菜刀出去看一下。話音剛落，我就聽到门口傳來一陣開門的聲音。小楊姐家已經打開門了。不是吧？雖然她老公看着也比較壯，但外面如果真的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呢？他們怎麼膽子這麼大？
沒等我細想，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悶哼聲，伴隨着一陣重物落地。301消息隨即發了過來：怎麼了？出什麼事了？小楊姐，你們還好嗎？我也緊張不已，透過貓眼看去，卻什麼都看不到。過了好久，小楊姐才回消息：外面安全了，你們過來一下，過來一下。為什麼？我握着手機，心裡突然的咯噔一下，再次順着貓眼向外看去，走廊外依舊空空荡荡的，可我瞄到一道細細的光線透亮在地上，是從小杨姐的門裡透出來的光。看來她家的门是開着的，可除了这道光線，還有血字。走廊上印出了一絲血字。我趕忙想在群裡發消息，可已經來不及了。門外又是一道開門聲，似乎是301把門打開了，外面又是一陣寂靜。你們都還好嗎？沒事啊，你出來吧，我們一起有個照應。2人的話前後在群裡發了出來，可我顫抖着捏緊了手機，強烈的預感告訴我，絕對不能出门。我皺着眉頭，順着貓眼再次往外看了看，依舊安靜的可怕。也就在這時，之前說已經報警的503突然找我，你還是303嗎？我愣了片刻，突然意識到他可能也跟我一樣，開始懷疑殺人狂就藏在了我們幾個業主中間。或許現在殺人狂已經殺了不知道哪個業主，此刻正躲在屏幕後面，時刻關注着群裡的動態，只要有人說話，就會被他盯上，然後被他殺死。比如404，比如我這一層的301、302都可能已經遭了他的毒手。我立馬發了條語音過去，我是303，你要相信我。503這才消除顧慮，我現在有點慌，我剛才報警，他們可能還得有半個小時才能到，所以我想着聯繫一下你們幾個業主，確定一下你們是不是還是本人。那你聯繫過501嗎？我不知道，我沒加上他，我在群裡艾特一下。501在我印象裡是一個有些消瘦的中年人，不喜歡說話，他還有一個兒子，智力有些不太正常。我一直覺得501不正常，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殺人狂。501是在騙我們，他知道我報警後就不說話了，他怕警察真的來了追究他。我即將再次陷入混亂中時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我堅定地告訴他，不可能，一定有殺人狂，有人被殺了。503沒回應我，我再次道，外面就在3樓的樓道，有很多血字，很多。沒過一會兒，503才慢吞吞地回復，你怎麼知道外面是血？樓道燈那麼暗，有沒有可能是你看錯了？我愣了一下，順着貓眼往外看去，這是血嗎？我正想打字，503發了條信息，要不你出去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血？如果是血，你一開門就能聞到，把門開一條縫就行。他一連發了好幾條消息，更是讓我不寒而栗。此時小群裡的聲音也開始不斷響起，你怎麼還不出來？快出來呀！我的大腦一片混亂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301、302、503，不是叫我過去，就是叫我開門出去看看，他們都在引導着我出門。外面到底怎麼了？到底誰才是殺人狂？別出去，門外有殺人狂。我想起這一切詭異事情的發生，都是因為501在業主群內發的一句話。501，他是不是肯定知道些什麼？我給501接連發過去2條消息，你肯定知道什麼，對不對？這些事是不是跟你有關？等待的過程漫長且煎熬，我猜測501一直都在注意着群裡的動向。我等不及了，再次發了消息過去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沒多久，501輕飄飄地發過來一張照片，我急忙將其打開，可映入眼中的景象讓我的腦子幾乎都要炸開。昏暗的燈光下，在陳舊的椅子上，仰面朝上坐着一個人，這個消瘦佝僂的人正是501。501竟然死了，那發消息的又是誰？不要待在家裡，你快跑，再不走下一個就輪到你了。501給我發的消息又是讓我出去，我大腦幾乎崩潰。501是不是也在騙我？我現在完全不敢相信任何人，甚至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人報警。我自己打了一遍報警電話，警局的電話很快接通。我將這裡的事情跟警官說了以後，接線員說他們在15分鐘前就接到了一個年輕女孩的報警電話，已經出警了。女孩？我們這樓裡一共沒幾個女生，小楊姐和我樓上的403的妻子聲音听起來也不是很年輕，那就是202了。我突然想到之前501發了消息說下一個就輪到202，那他現在是不是也可能遇到了危險？我剛拿起手機想提醒一下202不要信任何人，樓棟群裡突然有消息彈了出來，又是一張照片，依舊是昏暗的燈光，202的女孩子躺在椅子上，而她的身上也沾滿了血跡，她也死了。殺人狂殺死了她，用她的手機拍了照片，然後發到了群裡。群中已經沒人說話了，不知道是害怕了還是已經沒有活人了。想到這，我咽了口水，如果是沒有活人了，那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一直沒有出門的我了。我知道待在屋裡只能保證暫時的安全，我們這棟樓的門並不牢固，如果殺人狂想要破門的話也不是那麼麻煩，不知道能不能撐到警察的到來。我也没想多久，因為外面突然響起了腳步聲，在我的門口戛然而止。也就在這時，我的門把手詭異地轉動了一下，門把手瘋狂地扭動，有人要進來。
隨即手機裡不斷有消息彈了出來，現在就只剩下你了，快出來啊！開門，開門！我知道你在裡面，你等會儿再出去，再等一會兒，找準機會，一定要逃，不然他會殺了你。哪怕我此刻害怕到了極致，但還是忍不住內心吐槽了一句：他媽的，到底有幾個殺人狂？短暫的沉寂過後，一聲爆響，本來就不結實的防盜門被砸的木屑都掉了下來。防盜門被狠狠地劈開了一道口子，一把斧頭卡在门裡，斧頭晃动了幾下，外面的人把斧头抽了出去，一双血紅骇人的眼睛貼在破開的门洞上。我看到你了。我幾乎是瞬間抓緊了手裡的刀，瘋狂地向着他狠狠地刺了過去，刀卡在了门上，眼看他又要舉起斧子，突然外面響起了一聲尖銳的叫聲，隨後就是往樓上逃跑的聲音，眼前的人消失在我的視線裡。趁着这個機會，我趕緊打開門跑了出去，3樓全是血跡，門口是301和小楊姐家2口子的屍體。剛跑到2樓，202家門也大敞着，門口也全是血，我不敢再多看，一直往樓下衝刺着。死了，都死了！我手腳發顫，後面的腳步聲告訴我，我必須要趕緊跑。他已經反應過來了，近了，近了，離門口還有一點距離。突然，一只手死死拽住了我的頭髮，將我狠狠撞向了牆上。我眼前一陣發黑，我看着他高高舉起了斧頭，還是逃不掉嗎？一道瘦小的人影撞開了他，和他扭打在了一起。我浑身都疼，看到自己浑身都是血，才意識到原來刚刚自己被抓到的時候已經被砍了一刀。我的眼前阵阵發暈，最終昏了過去。3天後，我睜開眼就躺在醫院裡。我見到了陳警官，這才了解到了前因後果。我們那棟樓只剩下我一個幸存者了。事情最開始是501智力缺陷的兒子偷偷拿了他爸的手機發了一條惡作劇的消息，只不過他沒想到我們這棟樓真的藏了一個殺人犯，那人正是503。他看到501的消息後，以為他自己殺人犯的身份藏不住了，於是先下了手，趁着501剛開門的瞬間就先把他殺了。501的兒子拿着手機嚇得躲了起來，才幸免於難。後來503以各種理由讓各家住戶的人出門，再悄無聲息地幹掉了。最後出現在楼道的救我的那個黑影，正是501家的兒子。在警方趕來後擊斃了殺人犯，而501家的兒子也因為傷勢過重沒救回來。即市發生惡性殺人案，兇手在逃中，請市民關好門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時，手機突然彈出了一條消息。當我還沒有消化完這條消息時，門外傳來了敲門聲。你好，物業檢查門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體一僵。我們小區根本沒有物業呀。我並沒有回復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謹慎起見，我趴在了貓眼處。門外是一個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頭在本子上寫着什麼。我心中的恐懼逐漸升溫，回想起半年前業主們和物業的爭執，現在突然上門來檢查，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猶豫時，貓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樓道裡的燈熄了嗎？但通常情況下，安全出口的綠色指示燈應該還會亮着。這時，一陣微弱卻清晰的呼吸聲透過門縫傳來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讓我全身的毛髮都豎立了起來。恐怖的認知在我腦海中閃現，這不是樓道的燈壞了，而是有人把臉緊貼在我的貓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強忍着驚叫，任由恐懼在心頭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動作，更不能發出任何聲響。隨後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門上聽了一會兒，見我屋內實在沒動靜，便轉身去敲了對面的房門。你好，物業檢查門窗。他的聲音回盪在空落落的樓梯間。我是501，對面是502，住着一個單身宅男，30來歲，可能是個 IT 工作者或遊戲主播。他總是默默無聞，看起來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樣是個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幾下門，沒一會兒，一個穿着睡衣、頭髮凌亂的男人就開了門。兩人在門口說了什麼，隨後物業就被對面小哥領進了門。砰的一聲，房門關上，樓道又恢復了寧靜。這似乎並沒有什麼異常，難道這個保安真的是物業派來的？我翻看着業主群，尋找可能錯過的消息，但群裡靜悄悄的，也沒有任何通知，這不禁還是讓我感到一陣不安。這時，手機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備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對面502的，請問晚上有物業去你家檢查門窗嗎？什麼情況？物業剛進他家，他卻在問我。我遲疑着，並沒有通過好友請求，轉而發消息給樓下的401的女大學生，因為之前拿錯快遞有點小誤會，所以我們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問下，今晚有物業上門檢查門窗嗎？我握着手機，有些緊張地等待着對方的回復。下一秒，手機震動了2下，是401發來的消息。有的，剛檢查完不久。我暗暗鬆了一口氣，看來是被今天的新聞影響，有一點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頭，眼睛再次掃到手機裡的消息。這一眼，我總覺得哪裡不對勁，但又說不上來。我下意識地抬頭看了看牆面上的鐘，10點30，物業進去502將近20分鐘了，檢查門窗需要這麼久嗎？我忍不住又給401發了條消息，物業檢查門窗大概需要花多長時間呢？大約半小時。簡短的5個字，看得我心裡直發慌。
我終於發現哪裡不對勁了，顫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記錄。401的妹妹是個表情包控，可這次的2條信息簡短幹練，不僅沒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標點符號都沒有。與此同時，樓道裡突然傳來開門聲，我趕緊趴到门口一看，物業的人出來了。他把門關上，在本子上記錄了幾筆，然後轉身離開。緊接着傳來電梯開門又關門的聲音，我趕緊看了看時間，10點35，物業從進去到出來總共29分鐘，和401說的差不多。難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樓道的燈再次熄滅，周圍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，確認無異狀後，終是鬆了一口氣。夜晚的小區很安靜，只有偶爾的貓叫聲，但想到晚上彈出的新聞，我瞌睡全無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陽台，我記得单元門口是道鐵門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鐵門開關的聲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陽台許久都沒聽到關門的聲音，難道物業的人還沒走？據我所知，6樓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從6樓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長时间。一個可怕的念頭突然出現在我腦海裡，那名自稱是物業的男子還在我們這棟樓裡。這時401的妹妹又發來消息，抱歉啊小姐姐，剛剛我在塗指甲油，沒法拿手機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這次有標點符號，有表情包，還沒等我回復，他又繼續發，小姐姐你看到今天的新聞了嗎？好嚇人，還好我們小區有物業的人上門檢查門窗。對了，你還不知道吧，我們小區換了新物業，1樓的王叔就是物業隊長。原來是1樓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樓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麼？我回復謝謝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覺吧。群裡最後一條消息是王叔早上發的，他早上8點的時候在群裡發了今日天氣預報，他溫馨提示晚上會有雷雨，讓我們記得收樓頂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點開王叔頭像，申請加他好友，沒想到他居然秒通過。你好王叔，我是樓上的鄰居，我想問下今天晚上物業組織上門檢查了嗎？王叔也很快回復，對的，物業臨時組織上門檢查，你現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過401嗎？我幫他拿了快遞，可現在又聯繫不上他，那他沒在家吧？我剛剛敲門也沒開，你現在是不是在家？我這會兒就上來。收到這條消息，我的手機差點掉到地上。王叔怎麼說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說王叔已經去過他家了，一個說去過，一個說沒去過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見我沒有回，他又繼續發，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懷疑有殺人犯混入了我們這棟樓，他似乎已經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沒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彈了我2個視頻，我沒有接受。印象裡王叔是個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從他剛才的字裡行間裡，無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壓迫感。為了保險起見，我直接回復對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發出去後，王叔那邊再也沒了回應，總感覺王叔有些不對勁，但我也說不上來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鄰居們小心那個殺人犯。我在群裡發了一個紅包。這棟樓裡，1樓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樓沒住人。301是位養狗的小姐姐，擔心擾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剛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個熱心腸的男子，叫小趙。5樓就是我和對面那個比較宅的男子。6樓未住人。眼看紅包已經發出去5分鐘了，一個領紅包的人都沒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時間，馬上11點半了。想了想，我還是把業主群裡的幾個鄰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沒有回應。301的小姐姐這個點應該要遛狗回來了吧？我焦慮地站在窗戶邊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劃過一道閃電，緊接着響起轟隆隆的雷聲，隨後豆大的雨滴開始砸落下來。或許301看到了天氣預報，所以今晚沒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經睡覺了。我鬆了口氣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響了，又是502發來的好友邀請。你好，我就是想問問，你覺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勁？他的話讓我瞌睡徹底沒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發現了異常，我趕緊通過了他的好友請求。然後問他為什麼這麼說？你今晚有聽到3樓的狗叫嗎？對哦，我才想起來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潑，所以經常半夜听到狗的叫聲，這麼大的雷聲它肯定會狂叫。我仔細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確實沒聽到它的聲音，會不會是睡着了？剛才那麼大雷和閃電，狗的耳朵很靈敏的，那雷聲早該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麼意思？他那邊顯示消息正在輸入，許久發過來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個意思。聽他這麼說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個意思，3樓的狗狗它，難道我們這棟樓真的進殺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閃電劃過，接着是一陣巨大的雷聲。雷聲過後，緊閉着的窗戶中隱約傳來2聲狗叫，看來又是虛驚一場。我擦了把額頭的冷汗。你聽，3樓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開始的雷，沒把它吵醒。這會兒它醒了，聽到了，但你還是小心一點。我總覺得今晚不對勁，你檢查好門窗關好沒？我再觀察下，有事跟你聯繫。好，我回復他。
我瞅了眼門口，門是關好了，但還可以更結實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陣細微的呻吟聲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趕忙透過猫眼看去，可門外一片漆黑，什麼都看不見。我嚇得趕緊給502發消息，我家門口有個人，可我看不見。你家那個位置能幫我看看嗎？我嚇壞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顫抖。過了許久，他回我了，確實有一個人趴在你門下，他手上還拿着刀。我從我家貓眼看對面502，除了一團漆黑和一點綠光外，什麼都看不見。樓道裡這麼黑，他怎麼會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嗎？沒看清楚，我馬上報警。你躲進臥室不要出來，把房間門反鎖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剛往後邁了一步，門口突然響起猛烈的砸門聲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誰？我懷疑有殺人犯混入了我們這棟樓，而他此刻正在瘋狂砸我家的門。樓道的声控燈伴隨着砸门聲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時，402的小伙通過了我的好友申請。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我激動的手都在顫抖。終於有人回復我了，便趕忙將今晚的情況大致跟他說了一下，讓他別出門，小心一點。402的小趙年紀不大，25、26的樣子，平時會晨跑和健身，是個身強力壯的年輕小伙。這下即使是敵人在暗，我們在明，勝算也大了些。我還告訴他，在我門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讓他千萬別出門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來，我們就沒事了。可402卻慢悠悠回復我一條：什麼王叔？他剛剛不是還來我家檢查門窗嗎？我上來看看。502說門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來受到傷害，連忙阻止：哥，別上來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聞，今晚麻吉市發生兇殺案了，兇手到現在還沒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門口那人啊。那有點刺激，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嗎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練過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還正當防衛呢。你別怕，你剛剛不是說502也在家嗎？你讓他幫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絕對能制服他。平時只覺得402的小趙是個精神小伙，沒想到腦子確實挺神經。這種時候，他居然想着上來單挑，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腦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別上來添亂了哥，他現在的目標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別等會兒把自己給搭進去了。可那邊再也沒了回應，這小子不會已經收拾東西上來了吧？我趕緊將這件事告訴502，502同我一樣，氣得連發3個問號。門口的砸門聲還在繼續，知道有人要上來後，我好像也沒那麼害怕了，便大着膽子往貓眼方向看去，可沒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門外的人頭髮凌亂，渾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樓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兵，他的手上確實拿着一把刀，通紅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門的方向，樓道裡的燈隨着他的動作忽明忽暗，畫面看起來很是詭異。在我印象中，小兵是個斯文的男生，怎麼會變成這副模樣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樓下妹妹的嗎？難道他就是那個殺人狂？那之前說要上來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裡？就在我胡思亂想時，電梯叮的一聲停在了5樓。402的大哥不會神經到直接坐電梯上來的吧？門口的砸門聲猛地停了下來，我再次透過貓眼看去，只見小兵慢慢靠近了電梯，電梯門緩緩打開，裡面卻一個人也沒有。就在這時，小兵背後突然竄出一個人影，猛地一腳踢向渾身濕血的小兵，兩個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說好幫忙的502遲遲沒有開門。我擔心402會有危險，慌亂地撥打了報警電話，問帽子叔叔為什麼還沒有來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之前我們並沒有接到麻吉小區的報警電話。502並沒有報警，他為什麼要說謊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兵敲我門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殺紅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麼？我看到他們扭打後被扔在了一邊的東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並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麼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兵手裡拿着這把小刀的？就在這時，樓梯間閃過一個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裡嗎？瞬間，整件事變得清晰起來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說麻吉市發生惡性殺人案，兇手沒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連夜檢查小區內業主的門窗。他是從樓下往樓上開始檢查的。最開始他確實檢查過301、401、402，然後來到了我家。因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懼，就沒有給他開門。於是他去了502。進入502後，王叔意外地發現對方就是殺人狂，所以被殘忍殺害。而後走出來的那個人其實是換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兵也是在慌亂之中逃到了我門口。我猛地衝出房門，大喊道：我們都被騙了，502才是兇手。聲音一出，在他們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機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噴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時候，402和小兵也緩過神來，跑上前將502制服。沒過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趕了過來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這一晚的驚心動魄，我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如果你遇到陌生人敲门，或者听到外面的哭闹声，請千萬不要開門，因為惡魔很善於偽裝。親愛的獨居女孩，以下的規則請你務必嚴格遵守。1. 請優先選擇治安好的小區居住，最好是有安保監控。入住後請立即更換門鎖，並且妥善保管好鑰匙，因為惡魔會趁你疏忽的時候潛入你的家。2. 如果你家裡用的是密碼鎖，請記得定期擦乾淨指紋，定期改密碼，因為惡魔會在走廊的某個角落窺視着你家的密碼。3. 當你發現家門口突然出現了小廣告、宣傳單，或者牆壁上出現了莫名的記號時，請第一時間清除掉它們，它們很可能是惡魔留下的狩獵暗號。4. 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可以在門外的鞋櫃上放上幾雙男士的鞋子，鞋子要記得定期更換。5. 收快遞或者外賣時，請要求物品放在门口，在確定他們走遠後，迅速打開房門將東西拿進來。6. 請不要把生活垃圾隨意扔在門口，要及時将它丟到樓下的垃圾桶，因為惡魔可以根據垃圾的狀況判斷你的生活狀態。7. 在社交網絡發布照片時，請不要暴露家庭住址和標誌性建築，尤其注意鏡子等物品的反射，因為惡魔像是惹人厭的老鼠，無孔不入。8. 如果遇到水管爆裂或者斷電的情況，請直接聯繫物業，不要打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，更不能讓他們登堂入室，因為惡魔會偽裝成各種職業。9. 當你發現被跟蹤時，請不要直接回家，立刻進入人多的商場、超市求助，因為惡魔都懼怕人多的地方，他們見不得光。10. 如果遇到有人找你幫忙，可以打電話替他們報警，千萬不要陪他們去陌生的環境，因為惡魔很喜歡消費你的同情心。11. 防狼噴霧、電擊棒請隨時攜帶在身邊，在真的遇到惡魔時，可以為自己爭取更多的逃跑時間。親愛的姑娘，請把這些規則也分享給你的閨蜜朋友看，願你所遇之人皆為良善。當你洗臉閉眼睛的時候，是否和我一樣總感覺有人在盯着你呢？這種感覺在我搬家之後尤為嚴重，偶爾還會聽到人的喘息聲，但每次我強行睜開眼往後看去，卻什麼都沒有。但後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讓我從此以後活在了陰影裡，因為圖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網上找到了一間公寓，房間剛裝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實惠，但是房東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這讓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時候，我就問了房東，他告訴我女生比較愛乾淨，不像男生一樣邋遢，我便沒多想，果斷與房東簽下了合同。我自認為我的警惕性比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後，出於安全考慮，我不但換了門鎖，而且還在門口裝上了可視門鈴。因為剛搬新家，當晚我就喊了閨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來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見，人看着很幹練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為小美感到開心的。因為收拾到很晚，第二天我起床的時候發現已經快遲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趕出家門，恰好碰到了房東拎着垃圾從門口路過。房東，你來找我的嗎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後面幾間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麼事兒也可以隨時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羨慕房東，每個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為着急上班，沒多聊幾句，我便趕去公司了。但沒過幾天，便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會莫名其妙的變少了，其次是衛生間的鏡子上出現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較偏左。起初我並沒有太在意，以為是我無意間碰到的，便順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總感覺每天睡醒會特別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於警覺，我還特地看了家裡的可視門鈴和電子鎖的開門記錄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，甚至總感覺我洗臉的時候，好像有個人就在旁邊看着我，隱約還能聽到呼吸聲。但等我睜開眼看的時候，卻什麼都沒有。閨蜜還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壓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別不開心了，我晚上過來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來了，還帶着我最愛的奶茶和烤串，我們邊吃邊聊，心裡確實也輕鬆了很多。
期間小美去了衛生間，但隨後神色緊張地從衛生間出來，拉着我走到了鏡子前，指着鏡子上的手印，滿臉慌张。你看，這個手印很奇怪，雖然模糊，但這很明顯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視線隨着小美的手望過去，驚訝地發現這個掌印的位置還是一樣的靠左，而且明顯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證了小美的說法，這肯定是個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對視了一眼，互相從對方眼裡看到了驚恐。小美顫抖地拿起了手機，拍下了照片發給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趕了過來，安全起見，他很快檢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櫃子裡、窗簾後，甚至門口的可视門鈴都沒有發現異常。那掌印好似憑空出現在鏡子上似的，難道這是靈異事件？這不禁又讓我心驚膽戰起來。就在我們疑惑的時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視着鏡子，只見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鏡子上。不对，這鏡子不对勁，怎麼了？我哆哆嗦嗦地問他。我的手指與鏡子裡的手指之間沒有空隙，這是一面雙面鏡。隨後他又輕輕地敲擊了鏡面，聲音空洞且帶有回響，這更加證實了他的想法。雙面鏡的話，如果對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隨後順着掌印，鏡子竟然被他推開了。此時房東的臉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，他滿眼血絲，好像被驚到了一樣。我滿臉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聲：是房東！隨即小美的男友一個箭步衝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撥打了報警電話。事後了解到，房東經常通過改裝的鏡子窺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裡放了藥，通過針孔攝像頭發現我熟睡後爬出鏡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視頻還傳播到了網上。可怕的是，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裡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撫了我很久很久，該付出代價的是那些壞人，不是你的錯，不要把過錯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聲，這個畜生最終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